今天讲房贷了啊！8月31号之前，默认的房贷利率就要转成 LPR 模式了，而且很多银行呢，在8月25号已经开始分批的转了。家人们呢，不要慌，问题不大。你要是对默认转换有意见的话，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，还有最后一次协商处理的机会。那到底该不该换呢？来，小本本拿出来，嘴巴都给我闭上。今天我们一次性讲透。LPR 的全称叫贷款基础利率，意思就是你过去还银行贷款那是固定的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现在呢，要每隔一段时间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上下浮动。有可能多还一点，也有可能呢少还一点。而目前广大背着房贷的各位面临的情况，那就是要么坚持固定利率，要么换成 LPR 利率，或者选择12月31号之前呢去协商。但是这之后不能反悔，一直到你还清房贷为止啊。那要是选了固定利率，假设你以前的房贷利率是5.9%，那以后一直就是这个数，不管 LPR 怎么变，都和你没有关系。那要是选择了 LPR 呢，你贷款的利率啊，每年就会根据 LPR 来调整一次。那有家人就问了，说了这么多，那我到底该不该转呢？原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如果你已经贷款买了房，而且呢当时的贷款利率啊打了很低的折扣，而且快还完了，那转不转啊对你的影响其实并不大。但是如果你当年买的时候利率上浮的比例很高，那有可能 LPR 的模式更适合你。为什么呀？全球大环境来看啊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，全球央妈大放水来刺激，全球的利率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，我们也不例外啊。而且主流的经济学家的意见呢，都倾向于在中短期之内，我们的 LPR 会呈一个下降趋势。毕竟啊，你看去年底的5年期 LPR 是4.8%，目前的5年期 LPR 经过2次调整，已经变成了4.65%。那举个例子啊，假设你的房贷利率当时是5.8%，那么这个加点就是1%。目前5年期 LPR 利率不是4.65%吗？那么接下来就算这玩意儿不会下降，保持不变，那么你的最新的房贷利率转成 LPR 之后，那就是4.65%加上1%，那就是5.65%，跟5.8%比省了点。所以啊，总结一下，长期的利率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预测。那么如果买房的时候贷款利率本来就不高，又想求稳，可以不变。那如果看好短期内我们货币充足，利率会下降，可以选择 LPR。当然了，我的梦想就是把嘴巴给我闭上，100块10套房，这才能深入心，Wakanda forever。